韩国黑帮大哥为何会如此不顾影响的嚎啕大哭？那还不是因为中国小伙唐凯下手太狠，竟一拳直接将韩国世界第一打成一个娘们坐在地上哭唧唧。刚刚被打哭的韩国选手可不是别人，此人就是纵横拳坛10余年的韩国战神金财雄。仗着自己世界第一的身份，面对强势来袭的中国小伙，他却狗眼看人低，进行侮辱挑衅。 애초에 관심 밖이었던 선수여서 무서워. 年轻气盛的唐凯也是当即做出了霸气回应：我一定会让他后悔说出那些话。你现在笑，到时候我会让你哭。唐凯，不是我小瞧你，而是你的拳法实在太弱了，就像一个娘们儿一样。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不要自讨苦吃。有没有种，我们只打战力，看谁他妈战力牛逼，说那么多没屌用，进去干你就对了。既然韩国拳王不把中国小伙当成人来看，那唐凯一定会拼尽全力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力量。提起唐凯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些陌生。出生于农村的他，从小便对武术方面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在国内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后，开始步入国际擂台，过关斩将，成为如今的世界悍将。这其中付出了多少风和雨是我们远远根本想象不到的。所以面对着来之不易的荣誉和成就，唐凯岂能容忍嚣张老外肆意诋毁？就算是韩国的黑帮大哥，那又怎样？唐凯发怒，谁也拦不住，话就不多活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唐凯是如何将金财雄当场打哭的。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黑短裤是中国选手唐凯，黑色短裤则是韩国拳王金财雄。一上来没有过多的试探，两人便直接开始了激烈的拳脚互换。金财雄毕竟是韩国第一，在家门口进行的比赛，他毕竟要打出该有的气势。反观中国小伙唐凯，面对对手的猛打猛冲，也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在游刃有余的同时，甚至还拿出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来招呼对手。既然金财雄狗眼看人低，认为中国小伙没实力，那唐凯也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必须要让这家伙感受一下东方神秘力量的恐怖之处才行。 Good outside leg kick from Tenkai, snaps the jab between the eyes. That was good. Beautiful jab thrown by Tenkai. Left hook from Tenkai, doubles up on it. Slippery jab again from the Chinese fighter. Goes to the inside lead leg. Outside leg there from Kim Jae-woon. You can see Kim Jae-woon starting to wear it a little bit on that right side of his face. Tenkai starting to touch him with that jab. So far, both men are living up to that gentleman's agreement not to attempt the takedown or take the fight to ground. Both prepared to stand and trade with it. Glorified. 金财雄这家伙的实力非常恐怖，不仅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还击败了无数国际顶尖悍将，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将眼前的这个中国小伙放在眼里。而虽然比赛才刚刚开始，但两人却就像赛前所说的那样，一直在战力环节进行对拼，貌似双方都没有打地面或者将结果交给裁判的打算。不过年轻有为的唐凯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拼打型选手，只要让他抓住机会，那绝对会用精准且有力的组合拳招呼对手。反观占据着擂台中央的金财雄却表现得非常被动。 Catches the jab, does Kim Jae-woon. Body shot. Outside leg kick from the fighting god. Overhand right. Back to center circle for Tenkai. So it's a striking contest at the moment, Dragon. Who's winning it? Yeah, so far, I think in the early stages, I think it was Kim Jae-woon, but Tenkai seems to find a rhythm a little bit quicker. And he's also throwing shots and then he's getting out of the way of the counter. Boom. 如果不是裁判终止比赛的比较及时，那金财雄绝对会因此付出血的代价。不得不说，唐凯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就在对手放松警惕之际，他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手送入梦乡。而自从金财雄被瞬间 KO 之后，就引起了韩国官方的重视，于是便派出有着大心脏之称的尹昌敏进行阻击，想要将唐凯彻底赶出韩国拳坛。然而尹昌敏这家伙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居然不长记性的赛前进行挑衅辱骂。不过唐凯连世界第一都不怕，岂会惧怕一个小小的狗腿子？ 말 잘 들으면 KO, 말 안 들으면 15분 동안 내내 괴롭힐 겁니다. 昌敏，你给我等着，你肯定会被我 KO。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唐凯是如何在韩国的地盘上梅开二度的。黑红短裤是中国选手唐凯，红色短裤则是韩国选手尹昌敏。在看到韩国大哥的结局之后，尹昌敏既然还敢站出来，那说明他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与金财雄不同的是，这家伙是一个站立与地面双修的综合性选手，所以这场比赛唐凯想要拿下胜利，就必须万分小心。毕竟地面是自己的弱势项，而一旦让对手得逞，那他将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不过中国选手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更不打没有胜算的仗，所以唐凯在赛前也一定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
中国选手就是我们听边角的呼喊声听得特别的清晰。是的。漂亮！后手的迎击拳，但是角度稍稍差了一点点，也是非常的危险。两人的战架都是很大的这种啊。是的。尹昌敏这场比赛的打法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对手带入到地面，从而寻找到降服 KO 的机会。奈何唐凯灵活的大脑和超快的移动速度根本就不给他一丝得逞的机会。可能尹昌敏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为金财雄失败只是因为地面技术不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无论对手是何方神圣，都很难有发挥的空间。就连韩国的黑帮大哥都不是唐凯的对手，那一个实力还不如金财雄的小怪，怎么可能会是唐凯的对手？只能说韩国官方的算盘又要打错了。开场之后不慌不忙，对手连续几记刁钻的进攻都被唐凯防了下来。好漂亮！再次被拿到单腿之后成功防御。二手低扫，前刺接打斧。好，我们看到唐凯现在已经慢慢进入状态了。占据着擂台中央的唐凯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反观一直在且战且退的尹昌敏则表现得非常被动，不仅没有进入地面的机会，甚至在站立上也打不出任何有效进攻。而一旦他有一丝施展下前抱摔的苗头，那唐凯绝对会在下一秒轻松化解。至此，尹昌敏已经完全沦为了擂台上移动的人肉沙袋，打不过就算了，防也防不住。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敢登上擂台挑战中国小伙，以为大哥金财雄的失利是一个意外吗？既然不信邪，那就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小将的威力。有机会绝不放过，不会出第3拳或者是第4拳这种连续的进攻。唐凯更多的是每拳的落点，终结拳会停留在对方的躯干或者是腹部。这样的话，我会保持重心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你想去反击或者是抱摔我的成功率会更高。而且我们看到唐凯在使用土法进攻的时候，只有尹昌敏进入到外围，离开自己很远。漂亮！前板击倒，裁判是不是要停了？停了！我的天哪！首回合，最终唐凯成功在第1回合 KO 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小伙唐凯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